欢迎来到战国部初心者指南。大家好，我是游连将满3年的咪耶。这款游戏系统真的太复杂了，加上官方现在减少广告，新血招募困难，更新速度又越来越快，导致不少老玩家流失。为了帮这款游戏尽一份心力，就有了今天这支影片。本集主要目的是帮助新玩家迅速成长，借鉴前辈们的血泪经验，少走冤枉路。内容涵盖战斗与非战斗的观念补强，飞行区间的配阵思路、资源分配，还有无氪与氪金的迷思。在正式开始之前，特别说明这支影片并非比赛走向。如果喜欢我的内容，请帮我按赞、订阅，并且分享。也可以留言告诉我想看什么主题，我会尽量满足大家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第一点，绝对要找个家族加入。家族的好处真的太多了。首先是多余的资源获取管道，像是国库、每周家族任务，还有家族限定活动奖励。其次，参与家族战和超时空试炼这2种限定模式，不但是获取重要资源的渠道，也是检视自身实力有没有进步的大好时机。最重要的是，比起乌烟瘴气的世界频道，有一个正常家族频道提供发问，这才是快速成长的关键。另外，家族在各关职通常都有团进时间，帮没有时间操作的成员完成统一、人头或觉醒任务，还能交流战术。这里要特别注意原家规范，也就是同盟家族，在战局还没有完全掌控好之前，无论对方在不在线，都绝对不可误及。如果有特殊需求，必须先加好友私讯或到赖群里找人，并在游戏内实施一兵提醒，等候10分钟，程序做到位了都没有回复，才可以进行攻击。想参与游戏最盛大的模式天下不武，通常也需要进入家族，因为前哨战会需要送分队的帮忙。当然，每个家族的家规不同，如果你只想要当个默默蹭资源的佛系玩家，也是没问题的。不过，绝大部分的家族都要求官职必须达到大使以上哦。第二点，统一不重要，搜集资源才是王道。新手刚玩一定会有每局都要全力以赴拿下统一的想法，但后期你会发现，盲目追求统一不但耗费心力，更耗时间、耗计策，到头来只是多换几个宝箱而已，反而减少了其他资源的累积和观念补强。除非你的目的是为了快速提升官职，官职越高，资源越多，成长也越快，但相对的难度也会越高越复杂，养成的坑也就会越大。如果以此为前提，那大量的统一是没问题的，否则我会建议快速出图进图的目的只是为了拿小游戏的资源、活动图的预留和相关任务的奖励，顺便存计策以备不时之需，不需要耗费太多的心力。第3点，找寻同伴或设立目标，给自己设立一个目标，像是定居某个官职，比赛打进32强，参加一次天下部，或者成为门神，成为无氪中的佼佼者。有同伴一起讨论，才比较不容易弃坑哦。第4点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，设立目标与定居官职，这真的是重中之重。加入家族后，前辈们总会问，你要先决定官职，我才能给建议。新玩家通常会听得五煞煞，其实这是因为每一个官职所使用的武将啊、配阵思路、军师技、武士会皆完全不同。我们常说少纳言以下是飞行区，大辅以上会解锁武将的第2招式觉醒技，也就是醒区的东西。拿料理来打个比方好了，少使就像路边小吃摊，大使是中餐，
少纳盐是热韩料理，大辅西餐，而中大纳盐则是各式菜色都有的百汇自助餐。每个区域的食材、餐具、用餐礼仪和氛围完全不同，你不能使用大使的概念去对比其他官职，也不能用大辅的思路来煮少纳盐的正。各官职皆有其中的佼佼者，并没有强弱与卑劣之分。那我该如何决定该待在哪个区域呢？如果你是武氪玩家，建议待在飞行区的大使或少纳盐，玩起来最轻松，即使未来弃坑也不至于亏损太多。官职越低，武氪与氪长的差距就越小。如果是微氪或大氪玩家，建议往大辅或中大纳盐来解锁更完整的游戏体验。高官职在相同氪金的面额下获得的返利会比低官职更多哦。另一个方法是选择一支心仪的本命武将，请问前辈他在哪个官职最实用，来辅助你决定去留。首先，集中资源投资1到2支武将。在正式培养前，请先询问前辈该武将的泛用性。记住，瘦死的骆驼比马大，9个小学生是打不过2个健身人的。相同资源下，重点训练1到2支强力输出手与辅助搭配，效果会远胜于过分分散练满一整队哦。接着，集中资源投资1个队伍，在完成第1队之前，切勿盲目扩充第2队。拥有一队精练成熟的队伍，可以在战区里拢黑市资源，没精练的玩家完全无法打败你。这对家族战帮助也极大，精练的一队有机会1穿2，甚至是1穿3，来赚取高分。你还有可能被担任防守人员，借由对手的进攻来赚取防守的战报，借此审视并改进自己的队伍。第3，关于重金招募令，在所有武将池中，只有限定武将和机武将不是常驻池，巅峰武将和 SP 武将都是常驻的，且有专属的招募令，那些早晚都会抽到。因此，强烈建议将重金招募令死死的存起来，非必要情况下绝不轻易使用，专等限定与机武将复刻的时候再使用。第4，招募类材料抽取权须知，因为官职不同，所需的服饰会、军师技、兵装、阵法皆有所不同。为了避免官职变化造成不可逆的资源浪费，因此樱花木、五轮书、鬼神晶石、团扇、彩配等道具，抽取前请务必先问过前辈。明确目标后，招募道具应在 UP 刷新后一并 all in， 效益才会是最大。如果你是氪金玩家，这里有几个非常诚恳的建议。第一，平时储值请选在每个月1到3号拿累积储值奖励，这可以跟大型活动的花哥流多奖励重叠，一笔消费双重回馈。第二，大判储值返利通常在月中到月底，记得必须走网页储值，游戏内储值大判是没有返利的。第三，春季、情人节、夏日祭、万圣节、圣诞节、周年庆等重大活动都会开启花哥流多的储值活动，可与月初的累储重叠。第四，游戏中偶尔会刷新为期1天的限时小额储值，但这仅限节燃眉之急，平时不需要考虑。第五，储值完大小判后，请先存着，优先投入大型活动礼包、签到版，其次才是固定成长资源活动，最后才是其他的。记住，氪金不会让你的队伍获得质的飞跃，它只是少量减少你养成的时间罢了。
那如果你是介于无氪与微氪的边缘玩家呢？请先熟悉游戏内是否符合预期，再考虑氪金。而且买号或接号的性价比更高，花1-2000块买的成品或半成品，往往能打趴自己花2-3万亲自养成的号。纯无氪玩家必须秉持着 all in one 的全勤精神，不漏掉任何活动，刷图存资源还要比别人更加勤奋，并花时间理解游戏机制，钻研战报，用知识来弥补与课长的差距。这是我个人在大使的心得，仅供参考，建议可以多问问前辈再次确认。第一类巅峰武将，我们说主队4天王通常都有5个：直江兼续、丰臣秀吉、北条氏康、前田庆次、柴田胜家。如果是第2刀队的输出，则推荐织田信长、本多忠胜、足利义辉、锦衣直政。其余巅峰武将暂不建议练。第2类普通臣将，辅助推荐突步迷兵卫、细川悠哉、山田玄白、真田信之、大高原武、江基。另外新武将水野东邦适合独队与家族战，可以持续观察。输出类则推荐真田幸村、大谷吉继、明智光秀。注意，普通臣将输出必须搭配体系才会强哦，单走的话极弱。第3类 SP 武将，辅助推荐陇川一义、妙九、元飞佐助、大友东林、山县昌景、山本勘助。输出则推荐织田信长、前田庆次、明智光秀、毛利元就。第4类特异武将，也就是我们说的黑将，辅助推荐蒲生世香、真田幸村、变变、太原雪斋、山内见信院。输出首推斋藤圭典。另外明智光秀则需要绑定限定武将斋藤道三。第5类限定武将，辅助推荐足利义政、春日局、情人节秀吉、花庆秀吉、花庆直江、前景茶茶、前景长政、斋藤道三、真田昌信、不影财藏、伊达正宗。输出推荐丹羽长秀、打斐基、春日限定掌中我部元清、铃木重秀、明智光秀。第6类机武将，辅助推荐弗洛伊斯基、东胜基、八玉浅基、中举基、加罗罗基、千基、出基、陈正基、松基。输出推荐特基、秀满基、信治基。第4章浮世绘。浮世绘的生效条件需凑满1套4种，并且各2张，解锁1阶效果。大使官职上限为各5张，解锁2阶效果。第1首推关心，初心者首选，不论家族战、进攻、防守或比赛，都很稳定常见。老玩家基本必备，但若是尚未开始抽的新手，建议直接改抽关心。其余像独队专用的猛毒、秀满基、信治基专用的不动明王、防守专用特制刀队的驱邪、防守与进攻皆可使用的雅言、比赛控场专用的入眠、早期刀队专用的血战到底，以及新生代刀队专用的魔化，大家可依版本和阵容做参考。第5章军事记，必须在休息室
才能学习、升级与变更技能。装卸军师可以在图内操作，学习材料需要用到5轮书、军舰，升级则需要5轮残卷与目前需要氪金才可以获得的心法总诀。启动条件需要先选定主将，连选加新增军师，消耗2本5轮书学习，必须3位军师皆为相同技能且到2级以上才可启动。大使等级上限为3级。顺手牵羊，当前版本人手一支毒将，独权无视坦克的防御，必须靠此技能才可抗衡，全队适用，2回合后还能回血为奥义。作弊上官，识破队专用，当对方没有大统队时会非常棘手，主队亦可使用。擒贼擒王，适合高爆发但后继无力的强攻队，主队识破队不太适用。至于以前版本常用的无中生有、四面楚歌，现在会有更好的选择。一般玩家只要将词条刷到3星以上即可，不需要过度追求数值，除非你要打顶级比赛。在大使，兵种选择非常固定，超级热门的是一番枪与大统队，一般热门的是胡子骑马队。其余辅助兵种，例如礼剑水军、萨摩兵、北面武士、剑士、重装备兵、状态类的阴阳师与赤背鬼面，以及识破队专用的侵击者的烟斗也较为常见。核心兵装推荐：卓彦大统，通幽片脸，这是 UP 取得的首要目标，或利用爬鬼塔到第6层自选获得。萨卡辛安，拥有颠柴田的武将优先使用。乱魂书，胡子骑马武将通用，进场66% 获得1奥义，可搭配长蛇阵后排或猛毒浮世绘的子属性堆叠。爬鬼塔建议，最好储备6000到9000的小判，再一次爬到第6层拿最大奖，兵装自选。多拿一气一番枪与一气大统，其余随缘。阵法方面，彩配抽车旋阵和长蛇阵，团扇抽平民首选的圆阵与方阵。每周做满任务佛系抽奖即可，不必花小判加速。但战旗的抽取与升级一定要集中资源。最后是武道系统，武道商店每周每月都会更新免费的重置次数，应优先投资在最保值的巅峰武将身上，其次才是非巅峰的输出，最后才是限定或基武将的辅助。注意，重置等级并非无损，武道斗魂和突破丹要谨慎使用，建议使用前多询问家族的前辈。在任何活动中，奖励兑换请优先以重金招募令、斗魂、武道突破丹为主，其他为辅。由于影片时长的关系，我不得不把具体的配阵思路移到下一部影片再详细讲解。以上就是本期的战国不武初心者指南，希望能帮助到各位新兵少走弯路，快速变强。如果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，请帮我点赞、订阅，并分享给你的家族伙伴。有任何问题或想分享的心得，也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交流。您的回馈是我最大的动力。我是迷耶，我们下期影片再见啦，拜拜。